徐工农好，你好，你好啊。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啊。你是异地退休过来的啊？对的。哦，好像说异地退休在社保和医保方面，好像这个有点问题啊，有点出入哈。对的。我听我们那个朋友在说啊，这个你很乐意助人啊。我想这方面，我想听听你的介绍，好吧？因为这正因为我当初知青身份，所以我要出来帮落实这东西。就是少人部，后来有部分职工啊没有这个职保、医保，所以呢，对我们呢，在外地回到上海的人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困境。问一下，你是从哪里退休过来的？我是从淮南是安徽淮南过来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趁着这个医保改革跟这个社保改革的话呢，淮南呢他们医保局呢也来人与我们对接了，这是呢比以前呢朝前呢进了一步。至少说这个淮南的有关部门是吧，已经开始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对，但是呢，虽然来关心了，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缺陷的。一个，他那个文件原来是2010年就下发的118号文件，但是呢，他现在呢才把它拿出来，对照着我们呢来补交。这个补交的金额呢是按2022年的基数乘以180个月，就是15年。那么2022年这个基数高了呀。对，所以呢，我们呢有一部分人肯定是交不起的。就当时这个实际上说，现在这个基数高了，按照当时你像这个钱工资你没拿到呀，这个收入你没到手呀。就是这个情况，那怎么搞呢？我们问他讲是原来这一块都属于社保局在管，他们医保局最近才接手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对这个事情呢也无能为力。他讲上次呢，他们来过我们接洽以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没有医保的人员在群里大概有30位，这30位呢，他报上去过以后呢，他也进行调查，想看看哪些单位是没倒闭的，那他要倒追，叫他单位的出钱。有的单位是倒闭了，那没办法，对不起，这个钱就要你自己来承担。那么据我所知哈，就说国家当时在实行加那个社保，对吧？那时候应该说应交尽交。对，原则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他当时的呢，他实现了2条政策。他这个社保呢，他不是全员参与，公司有部分人不交，但是呢可以办理，有部分人来交这个社保。这样呢，他以后呢养老金呢就有所着落。医保呢，他必须全员参加，少一个人他都无法进行下去。医保是个生命线呀。那医保生命线，他这个规定说把所有的人困难企业的职工都关闭在门外，把我们摔出了历史改革的列车，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困境。所以呢，回到上海以后部分的这个退休职工他拿了外地的工资，在上海高消费，可以讲相当困难。我是69届的，今年也跨进了70岁的门槛，我是年龄属于最小的，其他人要老3届的都比我大了个5、6岁都不止。对，他们的年老体弱，没有医保。这次就是我们群里30多位人要补交医保的话，也只有7个人能承受这个沉重的负担，其他的人由于他本身的原因，他无法承担这一笔费用。所以呢，我在群里呢，我就要给大家呼声，我想叫医保局是否能给他们优惠政策，特别是我们群里有3位退伍军人，他们身份跟我们更不同了，流血流汗，不能叫他们流泪，所以这个老年他们还没有医保，所以我要出来要向医保局呢多多反映这个情况，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对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好像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说你在想方设法，在帮着这些弱势群体在帮这个忙是吧？怎么样去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现在呢，我在跟医保局呢在沟通，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答复给我们，他们也是，比方讲，他们都是有的，那么他就讲上面没文件，我们无法执行；有的就是讲企业倒闭了，找不到原来的单位了。其实这都是政府的责任，跟老百姓都不是相关的，对吧？老百姓他
管不到政府的事情，政府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就要有实际的行动拿出来，对吧？我们是相信政府的，啊，能帮我们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那么这里交医保，这次医保应该要补交多少呢？总的补就将近4万3800多一个人。那么可能对那相对来说啊，因为个人的情况不同嘛。如果条件好的可能会好一点，条件如果说那住房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啊，综合起来又平时又当然你们工资都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么家里面情况又不同，那对他们来说这个负担有点，那这个比较困难了，讲起来比较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淮南市呢，他就采取了又一个方法，他讲呢叫他们加入居保。居保，其实我以前也加入过居保了，我14年就加入居保了。到2022年，我当时认为呢，居保什么叫居保？居民医保，就那个你刚才讲的是职工医保是吧？对对对。这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你看，他现在给我们2条，一个就是我们补职工医保，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补充，那要交那个将近4万5。那为什么用自由职业呢？你当时不是有单位吗？有单位，他讲你这单位死了，僵死企业救不活了，他是这样一个理由。他讲没户口，你没户口，我往哪里给你报啊？报不上去，啊，他以这个来推掉了把我们。那这样呢，就是这次呢，这个医保呢，叫我们补交的事情呢，当然呢，我们只有7个人在补交，有20多个人啊，他是没那个经济。我还是打断一下，你还再说一下这个职工医保跟居民医保什么区别啊？这是第2次他们来接洽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我们2选1了。他知道我们有一部分是负担不起，也就是跟上海交居保一样的，用淮南居保来代替职工医保，但是这个上面是有差距的。居保它是要年年交，而且我们在上海并不能用到居保，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当初2014年我就在凤台参加了当地的居民医保，也就是因为职工医保我进不了，我想呢先采取居保的形式，我把一只脚先迈进了门槛，看看以后政策是否有改善。但是9年以来，居保因为我在上海又没住院，用不上，我是等于是我夫妻2个几千块钱就做了统筹了，做了贡献。如果再实行居保的话，我们上海这一批职工交了个淮南的居保，能够享受到什么待遇呢？它比职工医保要差了很多，并且又是异地的。异地的话，跟他们安徽省当地的居保实行的报销比例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上面可以讲，他那个2选1，其实等于就是一条路，你要不就交居保啊，交这个社保，交医保，要不就是你居保，你参加我讲实话白讲了，你就白参加。我个人认为，因为我有体会的，我全部贡献了，所以我现在认为我既然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就补交了，给小孩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弱势群体呢，他补交不了，我们要向政府申诉，对吧？提出合理的要求。那么你们2夫妻了多成了这个问题了？我2夫妻现在补交才不是这样落实，他有这个政策，但是现在还没下来。因为我还在继续在跟他们沟通，什么时候他们能把这个窗口打开的话，我们就要补交了，就要进行补交这个事项。现在洽谈之中。洽谈之中，到底结果到底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了。当然80%应该讲问题不大。他也来摸摸你们底。对的，也摸摸我。这你也来摸摸他的底。对呀。